Hello， 欢迎回来。最近总刷到一些久坐伤身的一些文章和视频特别是刷到一个女子连坐20小时车之后呢死亡的这个新闻真的是后背发凉。我呢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一直伏案工作很多年了，现在呢因为博主工作的原因呢，长时间伏案剪片子，有时候好几个小时呢都不如窝的，颈椎和腰椎呢都非常的不舒服，身体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好的信号。如果工作当中不能够避免伏案工作，面对电脑的话，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减少健康风险呢？于是呢就想到了升降桌，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和队友呢开车来到了宜家。宜家呢有很多款升降桌有手动的、电动的，就是电动的还有很多种，我呢都挨个的试了一下，最后呢千挑万选，选了这款买回来了。现在呢就来给大家开箱。这里呢也非常欢迎第一次来的朋友我的频道呢主要是分享各种厨房生活好物和雷品、购物攻略、开箱试用、三餐四季等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欢迎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视频了。我选的这款升降桌腿呢标价是600加元因为在店里面体验了一下午我觉得它是宜家所有升降桌腿当中呢最稳固的，即使升到最高的位置桌面也是纹丝不动。当然了，这款呢也是最贵的一款，其他款呢要不就有点单薄，这款桌腿简直就跟钉在地上一样，非常的稳固而且它的桌腿呢设计的也非常的简单。因为是在宜家的电脑桌里面，桌腿看起来最顺眼的一个就是看到了之后就忘不掉的感觉，也在性价比面前呢犹豫纠结了很久很久，但最终呢还是因为相信自己第一眼喜欢的感觉吧，就把这个买回来了，不想呢以后有什么遗憾。买它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宜家承诺10年质保，这一点呢还是非常吸引我的。这么贵的桌腿万一以后呢发生什么故障呢，拿到宜家的话都能够提供质保，所以呢比较让我安心也觉得贵有贵的理由吧。我现在放电脑桌的地方呢空间不是很大，这款桌腿原配的桌面呢有2种，一个是1.6米乘80厘米的，我觉得还是有点大了，还有一种小桌面1.2米宽的，又感觉呢有点小了，所以呢我自己配了一个桌面，挑了一款宜家的竹子做的桌面。这个桌面呢是100加元，我觉得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它是1.4米的长，65的宽，当时看中这款桌面呢非常的美是自然竹子材质的，想在工作当中呢增加一些自然的温度和疗愈的感觉，不会觉得太枯燥乏味。首先来安装这个桌腿这个桌腿真的是非常的沉，感觉跟2个石狮子一样特别的敦实。这个呢也是我选这款最大的理由。我和队友呢按照说明书呢一步一步的来安装，这个安装的过程并不难一个人的话也能够完成。这里面要提到一个小小的意外就是咱们装到这个桌子的时候呢，在给桌子打眼的时候发现这款桌子中间呢是空的，它不是实心的，所以呢原配的各种螺丝呢就没办法用了，我们要中断安装，然后到这个 Home Depot 重新买了适合的短螺丝。这个呢是安装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您想另配桌面的话，一定要确认桌面是不是实心的，实心的话要比空心的话要稳固安全，如果不是的话需要另外配这个短螺丝，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款桌腿呢还自带了一个收纳插座和这个线的一个黑色的网兜，可以装到桌子下面。因为桌子是空心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没有用它的原配的钉子，我们重新买了短钉子和垫片，把线呢都藏到了里面。自带的这个黑色网兜呢可以让这个收纳上确实省心不少不要另外花钱去买了。终于安装好之后呢确实很满意我的工作场所呢立马就焕然一新，两枪换炮科技感立马就出来了。因为我的身高是1.7米，所以呢桌子高度呢我大概量了一下，如果是站着工作的话要调到1.16米到1.2米的位置，这样的话站着比较舒服。我的视线和电脑显示屏呢是平行的，不需要低头。用了1周之后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后悔后悔怎么没有早点买，应该早买早享受朋友们。我还给这个电脑主机呢配了一个悬挂架，这款呢本来是想悬挂在电脑桌板下面的，但因为桌板呢是中空的，我们都怕这个桌板呢不能够承受主机的重量，所以呢就改变了主意，挂在了这个左侧的墙壁上。这样的话当桌子升高到最高位置的时候电脑主机上的各种线长度也能够够，不会发生这种拉扯的现象。
线呢也不会拖在地面上，这样地面上彻底腾空之后呢，更方便打扫，视觉上呢也更加整洁一些。我个人觉得这款悬挂架呢还是非常有用的，链接呢我也放在视频说明区了，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另外呢，我们还自己 DIY 了一个显示器的底座，因为我的电脑显示器呢非常的大，底座角的距离呢超过了70厘米，市面上呢也买不到这么宽的显示器底座，所以呢只能是 DIY 了。我们做了这个底座呢，长度是80厘米。其实这个 DIY 呢非常简单， Home Depot 呢买一块板子呀，裁好尺寸，钉上4个小角就可以了。等有时间的时候呢，再刷一个好看的颜色就 OK 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整体的效果。下面呢，我给大家总结归纳一下选购电脑升降桌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这款宜家升降桌的一些优缺点。首先呢，选这个升降桌腿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它的稳定性和它的承重，要看它在升高的时候会不会有轻微的摇晃，或者是升在最高的时候呢，你打字操作的时候呢，会不会电脑显示器呢有轻微的晃动。如果桌子上呢要摆的东西呢会比较多，它能不能承重，会不会不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在买之前呢要确认好。这款升降桌呢，它的桌腿呢是双电机，双电机在升降的时候呢会更加平稳，一台电机呢控制一根升降腿，不容易发生故障，速度呢也更加快，而且呢桌面承受的重量呢也更重。如果你将来要放很多东西在电脑桌子上，音响啊、主机啊等等，那么一定要选择双电机。总之能选双电机呢就选双电机。宜家的这款桌腿呢简洁大方啊，非常的稳固。说明书呢说桌腿呢可以适应1.6米宽和1.2米宽的桌面。如果买原配的桌面的话，会有现成的打好的眼，不需要再转眼来固定。桌面呢有纯黑色和咖色木纹2种。这款桌腿呢承重是75公斤，主机啊、音响啊还有大的显示器呢都放上都没有问题，还是非常的结实的。第二个要关注的数值呢是升降的范围，最高能升到多高。如果您身高比较高的话，那么要关注一个数据，就是升降桌最高能升到多高，能够保持您的视线跟显示器呢是平齐的，避免低头造成颈椎疲劳。这款升降高度呢最低是63厘米，最高呢可以到1.27厘米。我自己感觉啊，只要个子不是特别高的话，基本都够用了。第三个是噪音问题啊，如果升降过程当中啊噪音过大，那也是非常难受的，因为一天总要升起降下好多次嘛。这款桌腿呢噪音呢非常的小，至少在我1周使用下来之后，我基本上感觉这个噪音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第四个呢是质保的期限，质保期限当然是越长越好啊。宜家的这个呢可以质保10年，这个是我选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啊，坏了不担心，非常的安心。该选手动的还是电动的？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能够一直站着工作，不打算坐着，那么选手动的也不错，毕竟性价比非常高，手动的便宜不少哦。但是如果你又是要坐着又要站着，那么还是电动的，要不然每天换来换去真的是太麻烦了。我也试了一下手动的，手动的操作起来非常的折腾人哦。下面呢，我来说一下就是这款升降桌的一些遗憾一些缺点吧。首先呢是这个桌腿原配的桌面啊，可选的范围比较少，如果能多些尺寸多些颜色就好了。我个人觉得应该多一款1.4x80米的尺寸，这样呢就非常的完美了。而且桌面颜色呢再多一些自然材质的选择，这样的话适应不同人的需求和审美就更好了。如果自己不满意它的桌面要自己另配的话，一定要注意桌面内部啊不要是空心的，最好呢是买实心的，这个要跟里面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我当时买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觉得里面肯定是实心的，怎么可能会是空心的？但不好意思，就是空心的。而且选购桌子的时候呢，桌面不能太重，要不然就占了这个75公斤的这个里面的份额了。如果以后再要放一些重的东西，比如主机啊，还有音响等等的话，那么就会有一点小问题。因为我知道啊，有一些好的实木桌面呢还是非常重的，这一点大家千万要注意哦。而且原配的桌子呢都打好了眼，自己配的桌子的话要自己定位打眼，如果不是 handyman 的话要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啊，桌腿下面的这个厚度啊，我量了一下，大概是70厘米。如果你的桌子的宽度达不到70的话，那么有部分桌腿就会超出这个桌面，会有点难看。我的桌子呢就是选的是65厘米，所以呢我的桌子里侧呢是没有靠墙的，
这一点呢，大家买桌面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第二个是这款桌子呢，它是没有一个记忆的功能。记忆功能就是它上面有一个1、2、3、4，可以记住几个高度，点击数字呢就能够自己升高到指定的位置，这个呢能够方便不少。我这个没有呢是有点遗憾的。解决的方案是我在墙上做了2个记号，一个是坐着工作的位置，一个是站着工作的位置。我是用这个绿色的小圆给它定位了一下。调整高度的时候需要一直按着这个升降按钮，到了指定高度的时候再松开，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小遗憾的。第3个就是这个网兜啊，这个网兜的长度是够的，但是宽度呢有点太窄了，如果能宽一些，那么整理线的时候呢就更方便一些，不会有的线呢露出来塞不进去。这点呢希望宜家呢能够更新一下。另外呢，我在买升降桌之前啊，一直好奇2个问题，就是每天费电多少。结果呢，我这个问题呢问了宜家的工作人员，人家查了很久都没查到，说这个问题也许没有人能够提出来，应该不会费电多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把桌子升高到最合适的位置之后呢，然后拔掉插头，结果会不会落下来？装好之后呢，我自己好奇试了一下，桌子呢保持原有的位置啊，没有下落。这一点呢，如果大家非常关注节能省电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一个优点啊。好了，以上就是宜家这款电脑升降桌的开箱及使用体验了。大家如果担心自己久坐影响身体的话，我的建议是赶紧换，立刻换，减少久坐形成血栓的风险啊，让我们的伏案工作呢也能够变得更轻松健康。希望本期对您的购买决策呢有所帮助，非常感谢您的观看。喜欢此视频的朋友呢，帮我点一个赞，评论分享，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让这个视频呢被更多人看到。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个视频见喽。